其实铁工厂之前的 IDW 风格玩具真的很好啊，通天小更是因为其优秀的设计进行了再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就是揪着武士和风的造型不放呢？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二头。本期视频给各位带的是小比例厂家铁工厂的这只白狮擎天柱。这个造型真的非常的小啊，甚至比同为小比的魔方擎天柱还要更加小巧。不过模具精度还是很高的，在这么小的情况下，面雕等细节还是有着比较清晰的刻画。造型方面，这只铁工厂的白狮擎天柱整体也是很帅气的，身形非常棒，整体武士风格的裙甲，狮子头变形成为的肩甲，腰间的佩刀等等，都有着很浓的武士风格元素啊。可以说将白狮擎天柱的特点和武士风结合的非常棒，类似于老经典风格的头雕，更是为这款的整体造型锦上添花。关节超级优秀的可动性更是让它摆起姿势的时候十分灵动。膝盖的双关节、脚部的大接地、腰部的前倾关节等等，都有着很棒的活动角度。小比例玩具特有的精细可爱，也在大张力的 pose 加持下更上一层楼。不过，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虽然这款的和风要素融合的很棒，但是这也是和角色有关的。日版 BW 的角色融合和风，我还能够理解。方阵的G1或者 IDW 角色也强行加入武士风格，真的有些违和了。铁工厂想要做出自己的特色，这无可厚非，但是强行的武士风，在我个人看来还是多少有些审美疲劳了。仅个人观点哈，铁厂这样做还是有市场的，尊重每位朋友的看法。武器配件方面，铁工厂在这款玩具上加入了比较有特色的武士刀和刀鞘，细节刻画和金色涂装都非常漂亮。通过腰间的卡榫，可以将武士刀别在腰间的裙甲上，但是刀鞘还是太厚了，这就导致腰间配刀的白狮手臂无法很自然的下垂。人形握持大刀需要替换造型手，而造型手变形时会有所干涉，这点比较难受啊。这也是持刀手被我放在配件箱里面不在身边的原因了当然，这把武器也有其他帅气的搭载方式，这就得把我们的这位武士大名变成我们熟悉的白色狮子了。变形过程有点无聊但是很快就会结束的。好的，那么这就变形好了。一趴变形完全就是用来形容这个家伙的。脚部的变形还算比较有趣，其他部分我只能说很有铁工厂的风格无聊，很难想象他们能做出通天小那样的设计啊。这家伙的变形真的太简单了几个旋转就结束了叫5岁的我来可能都能变个大概吧5岁的我可能会漏变大腿的插穿、人形胸口这些部位其实也完全是无效的变形步骤要么没有稳定的结合卡扣要么卡扣直接限制住狮子的可动所以平时变形把玩，我可能会为了让小狮子有更好的可动性放弃这些部位的变形。小狮子的整体造型还是蛮可爱的，武士风格的头盔和鬃毛设计也很漂亮，简单的变形也让狮子形态的可动和人形差距不大。刀鞘可以像人形一样搭载在腰间，或者也可以让狮子用咬合力咬住刀把，致敬3刀流路痴是的，只有咬合力，没有任何的卡扣这款玩具真的缺少有效的卡扣来完善一体性，被这家伙的颜值所欺骗，它成为了我第一次购买的铁工厂玩具。变形结束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就变完了。这个小家伙虽然非常的帅气但是变形也太过无聊了
啊，这样的造型金刚，我觉得有些配不上它100多元的售价了。希望这不是我最后一次购买铁工厂的玩具吧？我们真的很需要更多通天小那样的设计，别盯着你那个50分不放了啊，铁工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观看。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可以长按点赞，一键3连，关注我，接受更多变玩分享。我是超一头，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